能看到这个视频，你便是有缘人。如果你能把这个视频看完，那么你将会变成一个新的自己。生活中，我们都或多或少经历过这样的瞬间，在某个场合遇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。这个人可能是同性，也可能是异性。当你和他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心中难免会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，仿佛对方似曾相识，可又明明确定两人从未相见过。与此同时，你也会碰到一些让你觉得特别不舒服的陌生人，也许是他们的眼神、动作、语气，甚至细微的举止，让你心中隐隐作痛，觉得你们之间的磁场仿佛格格不入。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这其实和你们前世的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。那究竟因果轮回是否真实存在呢？自古以来，人们对此一直在探索。无论是东方的智者，还是西方的圣贤，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。以中国的圣人孔子为例，他就曾相信轮回的存在。在他对《易经》的注解中提到过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。这里的游魂指的是人投胎之前的状态，而精气则是父母血气结合后形成胎儿的过程。在我们的一生中，身边最亲密的人往往在前世就曾出现过，并且与我们的关系颇为深厚。正如《楞严经》所云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生死相续。这意味着众生因无明而在六道轮回中不断循环。我们身体的存在不过是我们灵魂的一个载体，生死只不过是一个舍旧迎新的过程。在佛教经典中有许多关于前世今生的故事，但投胎这一概念可能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才逐渐形成的。在中国的民间流传着关于投胎转世的说法，尤其在藏传佛教中还有投胎夺舍的理念。总的来说，所有生灵在死后经过一段时间，灵魂会找到新的载体，形成新的生命，仿佛我们脱掉一件旧衣裳，换上新衣一样。人的一生是有限的，因此无论是邪恶还是光辉的生活，最终都将走到尽头。唯有净化自身，迎接新的生命。前世带来的因果影响虽然存在，但并不会主导我们的一生。我们仍需展望未来。关于今生的关系，康宗宪曾提出过这样的看法：今生的妻子可能是前世埋的人来还未报的恩，今生的儿子或许是前世的债主来追讨未还的债，今生的女儿可能是前世的情人来续未了的情缘，今生的情人也许是前世的夫妻来续未尽的缘分，今生的红颜知己可能是前世的兄妹来交未完的心事，今世的大贵之人是前世的大善之人来收前世结下的德行，而今世的大恶之人或许是前世受屈的人来报前世的冤屈。通过这些观察，我们可以发现，生活中那些看似偶然的相遇，其实早已注定。我们的命运关系无不和前世的因果交织在一起。每一个人，每一段关系，都是我们灵魂旅程的一部分，带着曾经的印记，走向未来的每一步。
人们常说前世因果，但是你真的懂得这份缘分的深意吗？在今生与我们发生亲密关系的人，究竟在前世与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我们能在此生相遇，必定是因为前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换句话说，在前世你们之间一定发生过某些事情，每一段姻缘背后都有一根看不见的红线在牵引着你我，冥冥之中早已注定。如果你不太相信，耐心地听完这个故事，你或许会有所领悟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一户3口之家，男主人老实本分，女主人勤劳干练，他们的女儿17岁，既美丽又可爱。从表面上看，这应当是一个幸福安逸的小家庭。然而，女主人心中却藏着多年的苦恼。她和丈夫都是农村出身，婚前并没有感情基础，相亲时觉得男方寡言少语，举止拘谨，心想这样的男人肯定老实可靠，于是便答应了这门亲事。可婚后，她发现丈夫身上有许多令她无法忍受的坏习惯，吃饭时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，让楼上楼下的邻居都能听见。吃面条时更是噗噗声不断，完全没有意识到周围人的窘迫。吃饭时鼻涕流淌得不亦乐乎，竟然从不抬头。无论是有客人还是没有，她总是尴尬得无地自容。她苦口婆心地规劝丈夫，但他就像个榆木疙瘩，丝毫不为所动。为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事，两人之间争吵了不少次。她觉得丈夫甘愿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柄，实在是没脸没皮，让自己和女儿都感到羞愧。为此，女主人曾几次提出离婚，但亲朋好友总是劝阻她。尽管如此，只要她一见到丈夫，心中就堵得慌。女儿自小缺乏父亲的关爱，父亲从未带她出去玩过，甚至也没抱过她。女儿对父亲充满了怨言，几乎没有与他进行语言上的交流，俩人形同陌路。如今，原本有说有笑的母女俩，只要她一进门，气氛就瞬间冷却。自从皈依了佛门，女儿和母亲一起戒除了腥膻，每天早晚课诵经咒。女儿上学的路上也会默念大悲咒。他们都很努力，对许多事情也能看得开放得下，但唯独提到丈夫时，女主人心中总是怒火中烧。原本指望通过修持来减轻婚姻的痛苦，谁知自从吃素后，连丈夫身上还患上了经常性头痛等多种疾病。这对夫妻的前世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果呢？某位通灵的老居士为此解答如下。这位女居士在往事有一世曾是一位穷苦的男子，以在深山老林中采药为生。有一天，他来到镇子里的药铺，打算卖些药材。店里的小伙计告诉他，深山有一棵千年老榆树，它的树皮可以入药，然而因山高路险，无人敢去采摘。如果你能找到这棵树，一定会给你一个好价钱。听到这话，采药人十分高兴，盘算着这次赚的钱可以用来娶媳妇。可就在那晚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位身穿翠衫的公子跪在他面前，哭诉自己就是那棵老榆树，修炼1000年，再有3年就能得道成仙。
如果在这之前把树皮扒了，他的努力就会白费。公子恳求他3年后再来采树皮，待自己成仙后定会重谢。梦醒后，采药人却发现身边并没有那位翠山公子，最终还是背着沉甸甸的树皮走进药铺。小伙计忙着验货过秤，毫不在意这位采药人的辛苦，随口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若亏了分量，下辈子就做你的儿子。”这位女居士就是那个采药人，而她的丈夫则是那棵被剥皮的千年老榆树。俗话说，人要脸，树要皮。女居士常说丈夫是榆木疙瘩，没脸没皮，这话不无道理。人的脾气和习性与他们前世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。至于小伙计，他虽然没能当成采药人的儿子，却转世为女儿。由于他在往事克扣了采药人的斤两，才最终害得千年榆树的道业尽毁。因此，小伙计成为了这个孽缘家庭的女儿。女儿的苦难往往比男儿更大，尤其是她是个得不到父爱的女儿，生活中苦上加苦。这也是他们母女关系冷淡乏味的原因之一。一旦明白了前世今生的因果，女居士与女儿当发自内心的忏悔前世的罪业，还要分别忏悔今生对丈夫和对父亲的怨恨心态。今生丈夫之所以如此不通情理，皆是他们母女前生所作所为的结果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，更是一种启示。生活中的每一段关系，或许都藏着前世的因果，值得我们深思与反省。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并非偶然，与你的命中注定早已注定。缘分如果深厚，即使相隔千里，也会跨越万水千山来相见；而如果无缘，即使朝夕相处，也终会分离。若你对此存有疑惑，不妨耐心听完这个故事，也许会让你恍然大悟。从前有一位名叫昙花的花神，他所绽放的花朵美丽非凡，四季轮回，光彩夺目。有一位年轻人发现了这株昙花，便日复一日的细心照料，渐渐的，昙花也对这个年轻人心生爱慕。然而，花神与凡人之间的爱情是被天规所禁止的。玉帝得知此事后，勃然大怒，将花神贬入凡间，每年只允许他开花一次。而那位年轻人则被送往灵山，赐名韦陀。他被迫忘却了过往的情缘，但昙花却始终无法忘记他。韦陀每年下山时路过那株昙花，但他从未注意到那为他年复一年绽放的花朵。昙花在心中叹息，直到有一位名叫玉明的年轻人注意到了他。他见昙花如此哀伤，便关心地询问：“你为何如此悲伤？”昙花回答：“你只是个凡人，怎能帮得了我？”尽管如此，玉明依然默默守护着昙花，直至他去世。玉明的灵魂将昙花带到了灵山，最终见到了韦陀。韦陀回想起他与昙花的前世缘分，动容于此。天庭允许韦陀下凡与昙花了却未尽的情缘。然而，玉明因触犯天规，灵魂只能漂泊无依。这便是昙花短暂的绽放，只为韦陀。
而欲名一生只为成全的悲剧。前世未了，今生再见。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命中注定的。当缘分来临时，你所期望的一切自会随之而至。如果暂时没有得到或不幸失去，也不必过于伤心，因为属于你的幸福终会到来。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。能够成为夫妻，除了爱情，还需要缘分。自古以来，多少人歌颂爱情，赞叹它的美好，更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浪漫而凄美的爱情故事，感动了无数人的心，如梁山伯与祝英台、罗密欧与朱丽叶，这些故事举不胜举。然而，佛教如何解读这些呢？在佛教的视角下，爱情的本质是愿力与业力的结合。所谓愿力，是一种主动积极的力量，源自内心的意愿，而业力则是被动不自主的力量，同样也源自内心，但却是出自不愿。这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，促成了爱情的发生。以愿力而言，夫妻之间本是恩爱有加，彼此期盼来世再续前缘，因此在佛前发愿，希望来生依然为夫妻，甚至希望生生世世都不再分离。这种愿力若是成熟，便会应验，不论此生变化成何模样。而若今生的男女因战乱或家庭反对，导致无法相守，他们会相约来世再续前缘，因为彼此都在心中铭记这个约定，因而在轮回中再次相遇时，便会感到一股似曾相识的熟悉感，甚至很快便决定共度一生。还有一种情况是因受到对方的恩惠而心存感恩，如得救于生死之际，偿还债务，或救回亲人，因而愿意在来生为对方尽心尽力，甚至愿意做牛做马来回报。因此，因感恩而生的心愿，可能会使来生成为妻子，心甘情愿的侍奉，无怨无悔。这种愿力在经历了多世之后，依旧会存在。至于业力，譬如一个人背负着巨额债务，虽今生未能偿还，或故意拒绝，但在未来世中仍会产生作用。如果这种情况是成为夫妻，男性便可能无奈地承受妻子的折磨，痛苦在心，却无能为力。而若在前世本是夫妻，却因种种原因而被遗弃，如另结新欢或出家隐居，这便会造成对另一半的怨恨。因此，因业力的牵引，今生他可能遭受另一半的遗弃或折磨，以偿还宿债。这种业力的影响，不论时空变迁，形态如何，依旧会发生。愿力与业力相互作用，加之个人的习性、家庭教育、观念等不同，以及与他人的错综复杂关系，便形成了世间男女间各种形式的爱情。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，让我们在不断的相遇与别离中明白爱情的真谛。夫妻关系可以大致分为5种类型，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和相处方式。一、亲密型。这种类型的夫妻关系虽然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存在，但彼此之间非常亲密，难以分离。亲密型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：男女欢爱型，夫妻双方在情感上深陷热恋，
身体接触被视为表达爱意的主要方式。在现代社会中，很多人对爱情的理解越来越开放，觉得只要双方愿意，身体的亲密没有什么不可。相敬如宾型，夫妻关系和谐且稳定，双方都成熟稳重，懂得为彼此着想，因此很少发生争执。这种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。甜如胶漆型，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像胶水一样牢固，但彼此依赖性较强，独立性较差，感情深厚却过于依赖对方。如父乳女性，这种关系通常是年长男性与年轻女性的组合，男方成熟可靠，女方则依赖并撒娇。他们的相处如同父女一般，相互依偎，感情愉快。比翼双飞型，夫妻性格和理想相近，能够相互配合，携手追求共同的目标。尽管会遇到挫折，但他们始终心手相连，努力共同克服困难。惺惺相惜型，夫妻双方或许都经历过困境，能够互相理解与支持，一起携手向前。这种关系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，彼此的努力让爱情更加坚固。情深似海型，这类夫妻可能曾是多年的好友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更加珍惜彼此的情谊，最终由深厚的友情升华为爱情。这种关系经得起岁月的考验。亲密型的爱情往往源于过去的良好缘分，无论是今生还是前世，彼此心中留有美好的记忆。因此，在相处中善待对方，关心彼此，留下好印象是非常重要的。不论今生或来世，这样的付出都能带来良好的回报，实现善的循环。无需羡慕他人的爱情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故事。2. 怨偶型，怨偶型的夫妻关系通常伴随着深重的怨恨和不满。以下是几种具体的表现形式。仇深似海型，在这种关系中，夫妻之间可能积累了极大的仇恨，互动中产生的不满和怒火逐渐滋生，仿佛彼此是世仇。或许在前世，他们确实是敌对关系，因此今生注定结为夫妻。甜蜜的时光过后，潜藏的怨恨便如潮水般涌现，二人关系如履薄冰。讨债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一方过度消耗了另一方的福报，完全不觉得可惜。常见的情况是，丈夫辛苦工作，妻子却挥霍无度，或者妻子节俭，但丈夫因赌博而倾家荡产。此类关系往往与过去的因果有关，今生角色互换，使得债务终究要偿还。讨命型，夫妻之间可能因小事而发生意外，甚至导致一方死亡。尽管他们之间未必有深仇大恨，但长期积累的委屈和怨恨，可能使得小争执演变为致命冲突。如果过去有过杀戮的因果关系，今生便可能因此而复发。争吵型，这种关系中，夫妻常常因小事大吵特吵，或许观点不合，或许生活习惯不同，甚至有的人视争吵为一种运动。这样的冲突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。
若要缓解争吵的氛围，双方需以慈悲心对待彼此。若将争吵视为理所当然，将损害婚姻的和谐。遗弃型，这种类型的夫妻关系中，一方完全不顾另一方的死活，甚至选择遗弃。比如，丈夫抛弃妻子，或者因心花而抛弃旧爱。这种遗弃行为会在未来引发深深的怨恨，导致复仇行为的出现。遗弃方会留下一种亏欠的记忆，而被遗弃者则只能无奈接受这样的命运。相敬如宾型，夫妻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，彼此不再关心对方，虽然仍同处一屋，却形同陌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原本的缘分已尽，只剩下名存实亡的婚姻契约。不服输型，夫妻之间常常因学识、收入、家世等进行比较，谁都不肯示弱。在这种好胜心的驱使下，生活如同战场，任何小事都可能成为争执的导火索。脾气古怪型，其中一方的脾气古怪，导致另一方不得不忍耐。这种人可能对自己毫无察觉，反而责怪他人。古怪的脾气往往源于缺乏慈悲心和自私的执念，造成了相互的困扰。离家型，一方常常想要逃离家庭的束缚，可能并非出轨，而是因家庭压力过大，缺乏勇气面对，于是频繁借故外出，或许是去朋友家，或许是留在公司加班，逃避家庭的责任。虐待型，这种夫妻关系中，一方通过残酷的手段迫害另一方，包括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。这样的痛苦将深刻地铭刻在被虐者的意识和潜意识中，最终可能会导致复仇行为的发生。这些怨偶型的关系造成了双方的痛苦和无奈，怨恨心不断滋生，最终可能不得不诉诸法律，选择离婚。而这样的结局只会在未来的生生世世中重演，互为仇敌。很多人误以为只要出家修行，便能逃脱轮回的梦魇。然而，即便是再高明的修行者，也无法逃避因果的法则。面对过往的恶缘，积极的态度和善待彼此，才是解决之道。若能以慈悲的心对待对方，积累善缘，即便是再大的恶缘，也终能化解，迎来更美好的未来。三、鸟巢型。鸟巢型关系象征着简单但不稳定的结合，仿佛是轻盈的鸟巢，随时可能破裂。这样的关系虽然存在缘分，但终究缺乏扎实的基础，情感的深度也不够。同命鸳鸯型，在这种关系中，双方都没有事业成就和社会地位，生活在社会的边缘，彼此同病相怜。例如，逃难的夫妻或偷渡者，生活在阴暗角落，面临着不确定的明天。历史上，许多夫妻因战争而陷入这样的命运。露水鸳鸯型，此种关系如露水般短暂，虽然今天相遇，明天却可能各奔东西。这类情缘多因男性在前世对女性有救命之恩，因此今生女性对男性心存爱慕，形成一夜情。然而，这种恩情终究需要以某种方式偿还，
人生过客行。有些夫妻婚后不久便因疾病、意外或突发事件而离世，家属悲痛欲绝，甚至在喜庆之日遭遇不幸。例如，婚礼当天发生车祸，双方虽然有些夙缘，但却注定缘分短暂，彼此只是人生中的过客。非正式行。非正式关系通常指的是没有正式婚姻关系的情感，例如外遇。在现代社会中，这种关系缺乏保障，终究难以长久。除了正式外出现这种关系，或许源于贪欲，或许是因为过去生的缘分。无论如何，若今生的太太无法忍受，最终也难以平静相处。老夫少妻或老妻少夫行。年长一方的生命有限，往往将财产留给年轻的一方。虽然彼此之间或许有感情，但这种关系常常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，年轻一方的动机可能更多是基于财富，因而双方的缘分并不深厚。异国情怀型。在这种类型的婚姻中，夫妻因工作或其他原因长期分居，聚少离多。例如，丈夫因事业被调往海外，而妻子在本地发展事业，两人尽管有情感，但因分隔两地，缘分依旧显得薄弱。借腹生子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夫妻之间并无深厚的感情，往往是为了延续血脉而共同育儿。古代常用借腹生子的方式，而现代则有精子银行等手段。一旦孩子出生，双方的关系便告一段落，因为这并非基于情感的结合，未来也会因各自的目的产生共同的果报。萍水相逢型。夫妻因某种因缘而相聚，可能是在旅行或共同工作时产生的情感。虽然相聚时彼此有情，但任务结束后便各自分开，只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这样的关系终究是萍水相逢，但也可能为未来更深的缘分埋下伏笔。彼此的好印象在意识与潜意识中留存。鸟巢型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屡见不鲜，面对这样的情感，修行者应当以平常心看待。这种类型的爱情或婚姻，修行者需理解两个方面。首先，尽管缘分浅薄，仍应珍惜眼前，善待对方，以积累良好的善缘。其次，人生本无常，万事如梦，切不可过于执着。四、平顺型。平顺型关系表明双方的生活相对平稳，彼此间的情感交流也较为融洽。事业成功型。当事业取得成功，家庭基础稳固，双方的爱情便建立在充足的物质基础上。这种关系不仅能满足各方面的需求，还能享受高于常人的生活品质，这或许是由于过去积累的福报所致。若夫妻共同创业，彼此的珍惜感将愈加深厚。共同理想型。有着共同理想的伴侣，因求学而相识，最终组成家庭。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，生活相对平顺。若在多生中一直保持这种共同理想，则在修行的过程中或许还能拥有共同的愿景。这种理想可将他们的关系延展为夫妻、兄弟或密友。
门当户对型。无论在事业、个性、家世、学历或地位上，双方的家庭背景都相匹配。门当户对的结合，使得彼此的感情平顺，不会因差距过大而产生冲突。这种关系往往更注重家族的成分，能够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。共同成长型。双方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，例如青梅竹马、同志言行。通过相亲而走到一起的伴侣，彼此因需求而认可，最终共组家庭。这种关系通常因为寻求安定而显得比较平顺。有些基于宗教信仰，如基督教、天主教而建立的爱情关系，亦可归于此类。5. 共修行。共修行关系是基于修行而建立的，双方在生活与精神层面上相互支持。共有愿力型。修行者之间因愿力相契合而相约来到这个世界，可能还有宿缘的牵引，因此选择成为夫妻。尽管是世间夫妻，但双方在修行上同样精进，生活中与宗教相关的元素自然会增多，无论是佛教、基督教、道教等。共有习性型。因修行方式相似，或是生生世世一起修行，双方彼此熟悉，因此今生也共同学习与修行。若此时尚未修行成就，既要了结人间姻缘，也能以此方式取得最好效果。共有业力型。虽然夫妻共同修行，但在世间仍需承受共同的果报。由于智慧不足，可能曾犯下错误，因而未来必须共同面对这些后果。在面对此类果报时，双方无需惊慌，必须齐心协力解决问题。即使需为此付出生命，也应坦然接受。若盲目依赖菩萨保佑，反而违背因果法则。了解爱情本质与夫妻关系的不同类型，并不是消极接受命运，而是要在面对彼此问题时，积极寻求解决之道。彼此之间的善待与包容固然重要，争吵在所难免，但若能保持理性、诚恳沟通，互相理解，便能减少误解与怨恨。问题总有解决的时机，最怕的是主观臆断，无中生有，缺乏沟通与道歉，一味指责对方的错误，最终导致问题无解。感谢您看到这里，若今日的分享对您有所启发，请为我点个赞，并回复若不相欠，怎会相遇？愿所有相遇都能圆满，愿所有相见再无亏欠。如果还未订阅频道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联系，随缘加入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